江城钻石单身汉，和我结婚3年后养了个清纯学生妹。迫于双方长辈压力，我多次提出让他收敛，但他毫不在意，甚至让学生妹出现在家族晚宴上。学生妹向我耀武扬威：“姐姐，人都说姜还是老的辣。”现在看来，我冷笑，拨通了助理的电话，冻结了老公名下所有的银行卡，直到我在家族的支持下，成为公司最大的股东。一纸离婚协议扔在他面前，他慌了，跪在我面前哀求：“求你不要离开我。”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姜涵出轨了，结婚这3年里，他几乎是对我做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，外出行程会报备，每次出差都会给我带礼物，节日的小惊喜更是次次不重样。他还说，只要我想，每天都可以过成节日，而我则在家里努力做一名贤内助。毕竟家里从小就把我当作联姻的工具培养，我以为我们会日久生情，然后安稳地过日子。他们都说婚后会有7年之痒，我没信，认为这只不过是那些虚伪的男人为自己犯错找的借口。我还天真的以为姜涵和他们不一样，起码我们知根知底。但事实是，姜涵背着我在外面偷吃，回来还对我装作一副关心的样子。这才3年，他就忍不住了，也是够心急的。可婚前他明明对我竖着手指头发誓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姜涵只爱许佑之一个人。姜涵是姜家独子，也是姜氏唯一继承人，而我则是许氏千金。我们算得上是青梅竹马。小时候，外界的传闻都称赞我们是金童玉女，着实登对。后来，我和姜涵结婚了，大家都说这是一段金玉良缘。姜家和许家强强联手，一跃成为姜城的龙头企业。发现姜涵出轨后，我第一时间不是去找他对峙，而是去找我的父母。妈，我想离婚了。我斟酌再三，只说了最后结果，我妈却对我劈头盖脸一顿骂：“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？这婚是想结就结，想离就离的吗？你难道不考虑我们，不考虑姜氏企业？”我沉默着，电话那头一阵嘈杂声过后，我爸的声音传来：“芝芝啊，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姜涵出轨了。”我很不想提起这件事，电话两边皆是无语。良久，我爸假装轻松：“是不是误会了？姜涵这孩子不像是这种人。”爸，他就是这种人，我们早就知道了，不是吗？我憋着泪：“是啊，姜涵从来就不是什么安分守己的人，我比谁都清楚，不是吗？当年他花花公子的名号全校皆知，这些年我不过是一直都在自己骗自己。”我爸似是无奈，对我语重心长：“芝芝，其实许氏这2年的资金周转，如果没有姜氏的扶持，我们可能早就……”他还没说完，电话就被人夺走了。许佑之，我不管你怎么想，口说无凭，你打算就凭你这一张嘴出去说吗？谁信你？我妈声音尖的几乎要刺破我的耳膜。我懂了，电话被挂断。姜涵，我给过你机会，既然你死不悔改，那也别怪我心狠。窗外的雨淅淅沥沥，雨珠贴在玻璃上往下滑。姜涵穿着衬衫西裤，手上正在打领带，我贴心地帮他穿上西装外套，神色担忧：“一定要现在去吗？”花生的老板突然答应了我们给的条件，说是明天一早就要出国，比较着急。他冒着小雨钻进车里，坐稳后，他掉下车窗：“不要等我了，你先睡吧。”我点点头，认真嘱咐：“注意安全，早点回来。”我站在门口，直到目送那辆车消失在黑夜尽头。
不出意外的话，他今晚应该是不会回来了。等到第二天再和我说在公司睡了。不过这么晚还被叫走，倒是第一次。那女人算是越来越重要了吧？我自嘲地笑了笑。回房间后，我拿出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，开始看许氏近期的内部发展。许氏近几年的账目漏洞很大，明明和江氏是同一条产业链，但江氏却是暴利，许氏则一直在亏空，最后导致许氏不得不依赖江氏的资金运转。不仅是资金问题，还有人力问题。许氏中高层的精英人员要么辞职，要么跳槽，什么原因都有，实际留下的人寥寥无几。其中的反常，仔细一想便知。自从嫁给江寒后，我已经有段时间没接触过公司问题了。他总说我只要在家待着，什么都不用做，他会养我的。我觉得他是在爱我，所以舍不得让我太辛苦。现在想想，终究还是我把江寒想得太好了。目前来说，想要单靠我自己再扶持起许氏，几乎是不太可能的。我需要一个帮手。思索再三，我从手机里翻出了那个尘封已久的号码，拨了过去。电话响了几声才被接通，男人声音暗哑：“怎么了？你有时间吗？”我问。电话那头窸窸窣窣，我听到他轻笑：“怎么，想约我？”我开门见山：“帮我个忙，说说看。”听完我的要求，他欣然答应，就好像早有预料一般。准备挂断电话时，他突然出声：“我帮你这么大的忙，没点好处？事成之后随你。”第二天，我炖了养胃的汤，送到江寒的公司里。我的手搭在门把手上，正打算用力，身后先传来声音：“夫人，江总正在忙，您要不……”真的在忙吗？只怕忙的不是工作吧？我打断小助理的话：“没事，我就给他送点东西。”我冲他淡淡一笑，推门而入。意料之中，屋里有两个人，见我进来，两人才慌张地分开。我装作没看到，若无其事地走到桌边，把保温盒放在上面。“在忙吗？”我柔声问。江寒轻咳一声，看向那女人：“没有，你先走吧。”“是。”他应。我看出了他眼里的不甘，便拦下他：“不忙的话，就坐下一起喝点吧，我煲了汤。”江寒却急了：“留他干嘛？不是给我煲吗？”我温柔地笑了笑，打开保温盒：“既然能出现在你办公室的，那肯定也不是什么小人物。”末了，我还揶揄地看了看江寒：“不介绍介绍，其实我调查过他，只是我更期待江寒说出来会是什么样子。就一个小实习生，没什么好介绍的。”江寒烦躁地抓了抓头发，我故作惊讶：“实习生啊，那更得介绍介绍了。什么实习生一进公司就能来总裁办公室？”江寒明显一僵，给他递碗的时候，我皱眉：“紧张什么？又没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。”说完，还拍了拍他的肩。转头，我又盛了第二碗：“讲师是吧？过来一起喝吧。”他有些震惊：“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”我笑着示意他胸前的工作牌，他才松了口气：“谢谢总裁夫人，但我知道的远不止这些。”等讲师离开办公室后，江寒才彻底放下了悬着的心。他拉着我坐到沙发上：“怎么突然来了？昨天你一个晚上没回来，有点担心。”我嗔怪。他闭上眼，靠在我的肩上：“怪我最近太忙了。”我抱着他，冷不丁开口：“老公，我想来公司上班了。”他睁开眼：“不想在家里待了吗？”我摇摇头：“不是，你太忙了，想帮你分担分担。”“不用，你就在家里玩着就行，公司有我，放心。”他松了口气，在我脸颊边落下一吻。和以前一样，他还是不让我插手公司的事，我坦然接受。好，离开前，我问他：“那我的大忙人老公
什么时候有空陪陪我呢？他闻言轻笑，周末吧，周末陪你一起吃饭。好。了解到他这几天都会在公司待着后，我又翻出手机找到了那个联系人。下午有空出来吗？我直接问。这么急？那人还有空打去？我冷着声，去还是不去？去。定好时间和地点，我如约而至。他早就到了，靠着窗边坐着，浅灰色的卫衣穿在他身上，感觉一如从前。男人看到了我，笑着朝我挥了挥手。我走到他面前坐下。好久不见，宋律师。宋玉，江城赫赫有名的金牌律师，同时也是我和江寒的大学同学。读书的时候，我们仨可以说是铁三角。江寒是学校出了名的花花公子，换女朋友比换衣服还勤快。我则是老师眼中的乖乖女，成绩好又听话。宋玉是我们中最不同的，他不是本市的人，因为父母的关系，他不得不离开原本生活的城市，所以他总是保持着沉默，但行动上却是惊人的迅速。我们三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，相处起来却是怪异的和谐。大学毕业那年，我和江寒准备订婚了。宋玉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了江城，大家都说我好福气，有能力让江寒这样一个爱玩的人收心。只有宋玉，他什么都没说。订婚那天，宋玉没有来，他只给我发了条短信：订婚快乐，有事随时联系我。我没太当回事，只是客气地回了句谢谢。没想到当初的一句玩笑话，如今却成了我的一线希望。服务生端上我点的咖啡，思绪被拉回现在。宋玉看了眼我点的冰美式，皱着眉：你以前不是最讨厌喝这些苦的东西吗？现在怎么还主动点起来了？是啊，以前的我是甜如命，像咖啡这种东西，非必要我是一口都不会尝的。我拿出笔记本电脑，意味深长：人是会变的，我们开始吧。宋玉不愧是律师，讲起东西来思路清晰，条理分明。不知不觉，天色渐暗。宋玉看了眼窗外，今天就先到这儿吧，下次再继续。我点点头，开始收拾东西。谢谢，辛苦你了，可以交年段第一，我的荣幸。他双手交叉撑着头，我苦笑，再聪明又怎样？现在一样失败。宋玉垂眸，没说话。我站起身，准备离开。今天我请你，当做学费。走到店门口，我发现江家的司机还在。不是说让你先回去吗？我问。司机一边给我开门，一边回答：少爷担心你，让我跟着。我坐在后座上，没有说话。手机里没有一条江寒发来的消息，所以他所谓的担心，就是让司机跟着我。回到家，门口停了一辆迈巴赫，那是江寒平常最爱开的。他回来了。我步伐轻快地走到楼梯口，突然被喊住：芝芝，你今天去哪儿了？我转身，看见江寒靠在沙发上，少有的冷下了脸。我没有问他怎么突然回来了，而是装作惊喜的样子：去逛街啦。我放下包，坐到他旁边，亲昵地靠着他。真的吗？他捧着我的脸，认真地问，似乎企图在我脸上找到撒谎的痕迹。我皱眉：骗你干嘛？我的东西还在车上呢，太多了，等会儿让小王帮忙拿进来。说完，我又装作突然想起什么的样子。对了，今天逛完街我还碰到了一个老熟人，你快猜猜是谁？江寒的脸上扯出一丝笑：猜不出来，是谁呀？我轻轻捶了一下他的胸口：你都没猜呢，算了，直接告诉你吧，是宋玉。听到这个名字，江寒的表情似乎有些绷不住。你们都聊什么了？我折着手指数：什么都聊了，生活、工作、近况，还有宋玉这小子。
现在还是个小有名气的律师呢，是吗？江寒揉了下我的头，我骄傲地点了下头，就好像说的人是我一样。江寒把我搂在怀中，踌躇着开口：“芝芝，离他远一点好不好？”为什么？我从他怀里抬起头，我不喜欢。他有些别扭，最后抵住我的额头，声音低沉：“乖，听话。”我不解，但还是猛猛地点了下头。他看到我的反应，轻声笑了笑，想凑近来吻我，被我不着痕迹地躲开。我从他的桎梏里挣脱出来。对了，你后天说好陪我吃饭的，今天买了新衣服，你看看我穿哪件合适？他谢力往沙发上一靠，玩味地看向我。不用试了，你穿什么都好看。一瞬间，我有些恍惚。曾几何时，他也这样和我说过。那时我刚开始学化妆，手法还很生疏。如果说别人化妆是锦上添花，我化妆就是画龙点睛，多此一举。我不敢在家里化妆，更不敢在学校里明目张胆的知法犯法，所以我总是趁着午休人少的时候，一个人躲在楼梯背部偷偷尝试，等快要上课的时候再去洗手间里卸掉。一天午休，我拿上小工具，又偷偷跑出去，正在涂口红时，一个篮球滚了进来，撞击到墙面，反弹后滚到我脚边，很快又传来脚步声，我躲闪不及，与来人正面碰上。江寒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我一把捂住了嘴。你别大叫，我就松开你。我压低声音在他耳边说，他不能说话，乖巧地点了下头。你在干嘛？他有些好奇。我打开小夜灯，把脸凑到他面前。你看我有什么不一样吗？你化妆了？对呀，好看吗？他没说话，我只看到他的身体在颤抖。很好，又失败了。我把球甩到他怀里，别笑了，拿着你的球，滚吧。他缓了好一会儿，才止住笑。别化妆了，你不化妆也很好看。年少的心动总是来得莫名其妙，我竟有些脸热。江寒看我不说话，以为我是不相信，便放下球，抬起我的脸。真的，不骗你，我们的距离很近，近到我能感受到他的呼吸，顺其自然一般。他吻上了我，直到楼梯口传来喊他名字的声音，我才回过神推他。他捡起球，揉了下我的头。等我娶你。我羞得抬不起头。快滚！脚步声渐渐远去，我大口地喘着气。楼梯角那么黑，如果没有夜灯，我甚至看不清江寒脸上的表情。但他说这4个字的时候，眼里却仿佛盛满了星河。而现在，房子里的灯晃得刺眼，我却看不懂江寒了。行，那你快回房间休息，我先去洗澡了。说完，我迈开步子往楼上走。我和宋玉还是保持正常联系，只不过江寒对我的管控比我想象的还要严。为此，我和宋玉联系一直用的备用机，出门都是自己单独行动。那天以后，我开始变得谨慎。周末，江寒没有去公司，他说订了一家高级酒店，晚上我们一起去。晚饭吃得很顺利。如果忽视掉江寒一直在响的手机的话，我放下手中的叉子，你接吧，万一有急事呢？江寒看了我一眼，叹了口气，才走到一旁去接电话。我乐得安静，自己吃了起来。没几分钟，江寒急匆匆地赶回来，看他欲言又止的样子，我善解人意，有急事就先走吧。江寒抱歉地看了我一眼，手上却没停下穿外套的动作。对不起，芝芝，这次的晚饭下次不给你，去吧。我点点头，站起来帮他翻出了衣领。晚上还回来吗？他动作一顿，不回来了吧？好，我乖巧地替他拿起桌上的手机。他亲吻了一下我的发顶，早点睡，别等我。看到他驱车离开后，我才回到位置上，
身旁却多了一个人。以前怎么没发现？你这么会演戏？男人声音带笑。我往嘴里塞了口食物，含糊不清。以前也没发现你这么会藏。灯光有些闪烁，宋玉的眼神晦暗不明。你真的要和他斗？我点点头。你不愿意的话，现在退出还来得及。他却摇摇头。我说过的，有事我会帮你，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。我苦笑，回忆再一次不客气地涌入我的脑海。有一次，我和江寒吵架了，原因是江寒又和一个女孩子有了新传闻。江大少爷还真是忙，这么快又有新女友了。我阴阳怪气。江寒闻言，从桌子上跳下来，走到我跟前。怎么，你吃醋了？我冷笑。吃你的醋吗？你还真是自恋。江寒充耳不闻，一脸不以为然。你不喜欢的话，那我就分了呗，反正也是玩玩而已。我有些激动。宋玉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教室，他坐到我旁边，给我塞了一颗糖。别理他，他就这样。你还不了解？我把糖含进嘴里。宋玉，我没错对吧？看到他点头，我开心地笑了。江寒看到却不乐意了，他把球砸到墙上。宋玉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挖我墙角？宋玉淡定地翻开书，意有所指。你不在乎的，自然会有人珍惜。原来那么早以前，江寒就暴露了本性，是我一直在自己骗自己。所以他现在并不是变了，只是想恢复原先的状态罢了。江寒回来的那天，我偷拿了他的 U 盘，放在家里的茶几上，再装作发现的模样，假借送 U 盘的名义去他公司。一样的场景，一样的3个人，看得出来江寒瘾还不小。我自嘲地笑了笑，保持着温婉的态度。讲师也在啊。我看见他俩的笑容僵在脸上，心里莫名有种抓奸的快感。江寒3言2语把讲师打发走，只剩下我们2个人。你怎么来了？他问。我把 U 盘放到桌上，滑到他面前。你落下的吧？江寒眼前一亮。我正发愁找不到呢。我意有所指。发愁？看不出来呀。江寒转 U 盘的手顿住，表情有点难看。你在说什么呢？芝芝。我摇摇头，有点委屈，感觉你对那个实习生很特别。乖，别多想，他只是家里有点关心的实习生罢了。江寒嗤笑。我笑了笑没说话。什么实习生啊？天天往总裁办公室坐。什么实习生啊？每次一个电话就能把你叫走，即使在和我吃久违的晚餐。我想像从前那般质问他，可我不行。家里人告诉我要听话，要乖，什么都要顺着江寒来。也许会有撕开脸面的那一天，但不是现在。从江寒办公室出来后，我在公司逛了一下，果不其然，有几张熟悉的面孔在江氏担任高层，而他们原本应该是许氏的人。离开江氏，我没有回家，驱车去了许氏。回许氏就没有去江氏那么麻烦，还需要找借口、理由。许氏的员工普遍没有江氏那样有工作热情。我看了一圈，几乎都是在摸鱼，为的就是拿那点基础工资。最后我在茶水间落下了脚，里面有人在聊天。你说，我们公司都快倒闭了，我们天天还在这里面做什么？虽然许氏如今不景气了，但他背后还有江氏撑腰。再说，许氏这基础工资也不低呀，谁不想坐着玩会儿就有钱来呀？也对，应该还能撑个几年，到时候再另寻下家也不晚。两人接完水，从里面出来，一眼就看到了我。我认真地留下一句许氏不会倒闭的，就赶去总裁办公室。我爸在一堆文件中忙得焦头烂额，抽空才看了我一眼。芝芝回来了，快坐快坐，爸爸现在有点忙，等会儿再聊。
我走近一把压住他的文件，他有些恼。别闹，我在忙，你自己在这里帮忙，要底下的人有什么用？白拿钱，白吃饭。我又气又心疼。他被我问得一愣，叹了口气。公司原先的高层不知道为什么都走了，剩下的人对这些重要的工作都不了解，交给他们，我不放心。犹豫再三，我又拨通了那个电话，向你借几个人。我直说，做什么？男人声音慵懒，带一下我公司手底下的人。我长话短说，宋玉了解我的情况，没有多问。行，我挑一下，你自己带。宋玉是白手起家的，他的公司不在江城，但听说也是个不小的工程。他以前办事效率就很高，现在也不输从前。不多时，公司前台便打来电话，说有人到访。在等的时候，我就看过宋玉给我发来的简历，这几个人都是名校毕业，经验丰富，是宋玉亲自带过的，让我放心交给他们。他们适应得很快，不到一个下午便掌握的公司的大致现状。商量过后，他们自己选择了管理的部门，马不停蹄的就开始工作。我爸有点惊讶，可以相信他们吗？我拿起包，皱着眉，放心，宋玉的为人我信得过，他带出来的人也不会差。刚走到办公室门口，门就从外面推开了。我妈看到我，愣了一下，继而开始数落我，怎么不打招呼就回来了？没事就不要瞎操心男人的事业，在家里守好自己的本分。这么多年，我也该习惯了，即使我在心里是不同意的，我也从没反驳过，所以现在也是。我点点头，便打算离开。他露出满意的表情，而后叫住了我。下个月我们和江家有家宴，你没忘记吧？我垂眸若有所思。家宴啊，这倒是个好机会。在宋玉的帮助下，许氏的盈利有所上升，起码已经不用再依附江氏的资金。但若想要东山再起，还是远远不够。不知不觉和宋玉学了也快有2个月了。我从小学东西就快，加上原先就有基础，公司的事务对我来说并不难。难的是怎么挖空江氏。刚结婚的时候，江寒对我又是承诺又是发誓，唯一做的实际是就是在他的每张卡上都绑定了我的信息。我动用了点人脉，将江寒主卡的信息改成了我的，唯一保持不变的就是我的购买记录会出现在他的手机上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他的消费记录我也知道得一清二楚。就比如这几天的高档餐厅消费，又或是今天晚上的酒店预订。江寒对我说是在出差，原来是去酒店出差了。这么有意思的事情，我怎么能不来看看呢？我挎着包在酒店与前台交谈，没多久，大堂就出现了2个暧昧的身影。我们3个面面相觑，我装作震惊，眼眶有些红。你们？江寒还没说话，讲师倒是先开口了。江总有些醉了，我送他回酒店。姐姐不会生气吧？我还没来得及应，江寒又冷声质问：你来酒店做什么？我话没说完就被打断。前台的工作人员递给我一份文件，大小姐，徐总要的报告。这下不用我再多说了，面前的2人均哑口无言。我用报告敲了敲江寒的肩，或许江总开房前要不要查一下这家酒店是谁开的？江寒冷着的脸逐渐破碎。我甩下2人，驱车离开。才在家坐下不到几分钟，门口就传来皮鞋蹬地的声音，急促且密切，好像在诉说来人的急切。芝芝，你听我说。江寒抱住我，我推开他的手，抿了口茶，说吧，我听着。我和讲师不是那种关系，今天是个误会。我不回家是因为你不喜欢酒气。江寒红着脸，眼里布满血丝。
我心疼地抚上他的眼，没说你们是什么关系，我相信你，你也不要让我失望。他复又搂住我，我一定会的。我紧了紧手下的衬衫，下周就是家宴了，你空出点时间，我们一起回去吧。好，家宴那天，我挑了一袭黑白长裙，尽显温婉大方。江寒则依旧身着一套黑色西装。不得不说，我们这样站在一起，还是显得很登对。可其实，我们这个家早已破碎不堪了。难得有一个日子，我们能全家聚齐，可偏偏又来了一位多余的人。江阿姨，江叔叔好。讲师的声音甜得腻人。江寒哥哥，他说着就往江寒身上靠。他没有理会许家人，反倒显得我们家像是局外人。我不动声色地抽出自己搭在江寒臂弯的手，却被江寒握住。怎么了？没事。我笑了笑，走向餐桌，有点饿了。等长辈们先入座后，我紧接着就坐下。我在赌江寒会在我和讲师中选谁。我以为这局面一看就会明白，但我却挑错了位置。江寒靠着我坐下，讲师则靠着江寒坐下。饭桌上，我几乎没说话，吃了2口便没了胃口。反观讲师，但是话不停口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江爷爷一贯喜欢食不言寝不语。看到江爷爷皱眉，我满意的笑笑，借口去卫生间离开饭桌，在走廊透了口气，我才走去卫生间补妆。正涂着口红，就发现镜子里多了一个人。姐姐吃不下了吗？讲师虽是笑着的，眼神却像是要将我千刀万剐。最近胃口不太好。我把口红放进包里，准备离开，讲师却堵在门口，神色嚣张。姐姐，人都说姜还是老的辣，现在看来，他一边说着，还一边上下打量我。最后甚至轻蔑地笑了一下。我反击，看来妹妹还是太年轻，不知道什么叫打狗还要看主人。既然有些狗拴不住，那不如就让它跑掉算了。讲师脖子上青筋暴起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推开他堵住门的手，没什么意思，家里的金毛最近不太乖而已。回到饭桌上，江寒凑过来问我，怎么这么久？胃有点不舒服，在外面透了口气。我落座，江父江母见我回来了，便把话题打开。芝芝啊，你和江寒结婚也有些年了，怎么还没有动静啊？我意识到他们说的是孩子的事，有些羞得往江寒肩上靠。江寒揽住我，怪我太忙了。接着江家人就开始数落江寒，大概意思是叫江寒分清家庭和事业，趁还年轻赶紧要一个。不经意间，我和讲师对上了眼神，嫉妒2个字就差写在脸上。我装作看不见，继续和江寒亲昵。不管他和江寒是什么关系，起码在家宴上，我和江寒才是上得了台面的夫妻关系。江寒喝醉了，回到家的时候，他已经不省人事了。把他扶到床上收拾好之后，我站在门口逆着光，看着江寒熟睡的模样。江寒，你还是让我失望了。我轻轻带上门，走到客厅，拿出手机给助理打电话，让他冻结掉了江寒名下所有的卡。这些卡虽然挂着江寒的名字，却都是许氏的辛苦钱。这一天晚上，我第一次没有在江家睡，而是跑到了许氏连夜加班，转移了最后一份股权。既然一段感情经营不起来，那就结束吧，以一种体面的方式。第2天，江寒给我打来电话，语气有些着急。芝芝，我的卡被冻结了，你那边还能用吗？我故作惊讶，不知道啊，会不会是你昨天晚上喝醉了，不小心做了什么？他不知如何作答。他还不知道吧？昨晚喝醉之后，嘴里念的都是讲师的名字，像吗？也许有点吧，但不是现在的我。如果我没有嫁给江寒，
我或许会和讲师一样，仗着家里的关系与权势骄傲放纵。我知道江寒一直在讲师身上找我从前的影子，而不是现在这个听话乖巧的我。什么海王收心，什么贤妻良母，这些都是外界看到自己想看的，然后给我们贴上的标签。我从来就不是一个软柿子，只是婚姻短暂地改变了我。你先给我转点钱吧，芝芝。江寒几近恳求的语气。我还没说话，就听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声音：江总，这边还有个会。什么会？往后推。江寒吼着：股东大会，听话，先去开会，我来公司找你。我安抚他，没想到有一天我也会让江寒听话。也许是走投无路，他不得不听话，挂断电话。股东大会上大家都来齐了，唯独缺着一个位置上没人。这个位置是？江寒问。许氏的人，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嘴：夫人没和您说吗？江寒脸上有点挂不住，她一个女人不管这些，我在门后听得清楚，那我还就偏管了。我推开门，在众人不解的目光中，坐在了空缺的位置上。芝芝，你怎么来了？江寒看得有些怔愣。我说过回来公司找你的。我翻过桌上的姓名牌，许氏代表人。江寒还想说什么，被董事长的人打断。既然人都来齐了，股东大会就正式开始。会上各个公司积极发言，包括我在内。复仇心里作祟，看到江寒的表情越难受，我就觉得越痛快。最后董事长一锤定音，由公司股权最多的我来担任总裁一职，直到所有人都离开了。江寒还坐在原地发呆。你什么意思？他的声音有些抖。我坐在他对面。老公，哦不，江总觉得我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在骗我。他拍桌而起。我可从未骗过你。江总说话是要拿出证据的。我双手抱胸，一副看戏的模样。会议室的门被人敲响，我看到玻璃门下那双熟悉的皮鞋。看来江寒要更寒心了。进，我沉声说。不出我所料，是宋玉。你来做什么？江寒对着宋玉喊。宋玉连一个眼神都没分给他，径直走向我。徐总，您要的协议书。什么协议书？你们俩背着我做了什么？他大步朝我们走过来。不是说让你离他远点吗？我把离婚协议书扔在他面前。正好，早点签完给我。说着我便要离开，不知是哪几个字刺激到了江寒的神经。我只听到他在会议室发疯的声音。晚上回到家的时候，江寒已经在沙发上坐了有一会儿了。听他们说，江寒自早上的股东大会之后就没再出现在公司里了。我无视他，去厨房倒了一杯水。他跟进来，想握住我的手，被我躲开。芝芝，有什么话我们好好说，别离婚，好吗？我冷笑。说什么？说你出轨的那些破事吗？江寒脸色变了又变，嘴角抽搐着。不是那样的，芝芝，你听我解释。他还想狡辩。我走到玄关那边，打开抽屉，取出一叠信封，将里面的东西拿出来，甩到江寒脸上。还解释什么？是我这些年太听话了，让你觉得我傻了是吗？江寒跪在地上去捡那些照片，最后又泄气一般全摔了。他抓住我的裤脚，红着眼睛。我错了，芝芝，求你不要离开我。我像踢垃圾一样嫌弃地甩开他的手。我给过你机会的，是你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骗我。我几次三番暗示讲师的存在已经越界了，可江寒从不放在心上。我把出轨证据放在玄关那么明显的地方，用心点便能发现。可是将近3个月了，江寒一点都没有察觉到。江寒，我已经很累了，就这样吧。我从他身边跨过去，到书房便把门锁住。直到晚上的时候，宋玉把我约出去了。
我才发现江寒没在家里。无所谓了，这些都与我无关。咖啡店里，宋玉已经坐了有一会儿了。这次谢谢你。我拉开椅子，在他对面坐下。宋玉把菜单递给我，客气。我点了一杯热可可。宋玉轻笑，这次怎么不点咖啡了？还是做自己舒服？我意有所指。宋玉看着我，眸色深邃。你这么优秀，怎么说都是江寒亏了。为什么呢？他有些不解。我笑了笑，没说话。身后传来小孩子嬉闹的声音。我和宋玉齐齐看去，是一个小男孩要抢别人的玩具，追逐时从我们身边跑过，被我拦下。我问：你不是有自己的玩具吗？怎么还抢别人的？小男孩一把推开我：那不一样，他的玩具我没玩过。说完便跑开了。我耸耸肩，看向宋玉：看吧，小孩子都明白的道理。宋玉明白了我的意思，低头没再说话。门口的风铃突然碰撞，又有顾客来店里了。那人直接走向我们这桌。许佑之，你要离婚的原因不只是我吧？我抬头看向来人，是江寒。我喝了口热可可，与你无关。哼，我就知道。他说着就挥拳朝宋玉招呼过去。宋玉一抬手，轻而易举的便握住了他的手腕。别在这边找事。宋玉冷着声音：宋玉，你抢兄弟的老婆算什么男人？江寒质问道。宋玉松开抓着江寒的那只手，用湿纸巾擦了擦，嫌弃之情溢于言表。怎么，你背着老婆找小三，很光荣？江寒还想说什么，被我抢了先。好聚好散吧，江寒。以前的江寒已经死了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别再纠缠了。不管江寒听进去了也好，没听进去也罢。第二天，客厅的茶几上摆着的离婚协议书，确实是实实在在签好了字的。离婚那天，我和江寒一起走出民政局。芝芝，真的没有办法原谅我吗？他闷声说：从你和讲师乱搞开始，你就应该知道会有今天的结果。我目视前方，朋友也不能做吗？江寒在背后喊我。我说过了。我头也没回的转身就走。以前的江寒早就死了。后来我没再和江寒有联系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，公司里也不见了他的身影。我只记得那天，连风吹在脸上都是温柔的，而转角的那家咖啡店里坐着一如从前的少年。他说：许佑之，我想要的报酬是你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